今年元月31号，我家后院的小啄木开始要筑巢了。它在选择并侦测筑巢的位置，显然原来选定的位置它很满意，因此继续挖。以前它曾经试探性地挖了好几个洞，最后才选择一个。今年可能适合挖洞的树枝变短了，他就只选了一个地方。2月1日，可以明显看出他筑巢的进度。他每天来的时候都会叫一声，好像在通知我一般。母鸟现身了，好像是来鼓励公鸟似的。公鸟用力地啄了几下，表示感谢。大约50分钟后，换母鸟挖洞，公鸟小事休息。母鸟啄了7分钟，公鸟又回来接手了。下午5点35分，母鸟又出现了，把公鸟也叫走了，结束一天的工作。
2月9日，筑巢的第10天，它进洞了，大概挖了10公分的深度，距离完成还要再挖20公分左右。2月13日，同一棵树上来了一只凤头苍鹰，它待的时间不长，对小啄木没有什么影响。2月17日，一大早，小啄木就来了，在洞口探了探头，没进去。不久，他的死对头灰头亮鸟出现了，一直往里探头，不敢一下就钻进去。后来被工地的钢筋碰撞的声音吓跑了。2月18日下午，公鸟来替换母鸟。今天风很大，正好有机会来辨别公母鸟。公鸟头上黑色线之内有线状的红斑，平时被黑色线盖住，看不出来。今天被风一吹，露出来了，谢天谢地。2月24日，灰头亮鸟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。今天早上都没有看到小啄木。2月25日一早，小啄木一直在洞外鸣叫，没有靠近洞口。过了一阵子，灰头亮鸟就来了。稍晚，麻雀也来了。小啄木还是在附近鸣叫，不敢进来。2月26日一早，小啄木在洞外鸣叫了8分钟之久。小啄木回洞口站了2分钟，没有进洞。
灰头亮鸟的侵扰越来越严重了，还有八哥也在附近，我实在有点受不了了，于是收起摄影机，探出上半身去赶。没想到灰头亮鸟背着我，没被我吓到，而小啄木却因此夺洞而出。糟糕，吓到小啄木了。当天小啄木就没有回来。第二天、第三天早上都有听到小啄木的叫声，但没到洞口。后来就很少听到小啄木的叫声了。我还盼着是不是在孵蛋呢？大概过了1个礼拜，突然看到麻雀从洞内钻出来。完了，小啄木真的气吵了，好心做坏事，莫此为甚。那一阵子因为常咳嗽，没出去拍鸟，所以才认真的记录小啄木的生活，偏偏出了这个事情，悔之晚矣。谢谢您的观赏，欢迎您订阅，谢谢，下次再见。